女徒弟找我请教金融问题，却偶遇她的大学导师。当她得知自己学生在和我学习炒期货时，瞬间恼怒起来，不仅仗着自己所谓的高学识质问我的学历，还嘲笑我应该先在投资公司锻炼个10年8年再说。然而，当她得知我给徒弟练手的资金远远超过她的全部身家后，她真是你嫂子？大概率当不了我嫂子。这个答案显得有些怪异。王佳妮面色古怪，所以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你和她之间有着某种特殊的？你想多了。叶枫赶紧打断他的遐想，你不是要跟我说心得吗？现在可以说了。王佳妮也没想问那么多八卦，就拿出手机，把这几天的操作和判断复述了一遍。叶枫也有些感慨，我刚进入金融市场的时候，跟着那些名家学习很久，可第一次单独操作还是亏得一塌糊涂。而王佳妮每次操作都还算不错，起码都是盈利的。也许她真的可以用一己之力带领这个国家走向更加辉煌的时代。有几个判断你做的有点粗糙了，比如这里。叶枫开始尽心尽力地为王佳妮做解释，把自己知道的东西统统传授给了她。王佳妮也听得很认真。几个小时后，目前来说你已经算做得不错，把这些细节进行改正，就算登堂入室了。不过你刚才说是我的徒弟。对啊，您教会我这么多东西，我认您做老师没什么不妥吧？哪怕您的年龄并不比我大太多。叶枫当然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，反而很欣喜有这样的收获。有了这层羁绊，以后王佳妮就算跑不掉了。已经这么晚了，我请你吃顿饭吧，也算是谢谢您的教导了。叶枫没有拒绝，两人离开咖啡馆，来到一处还算不错的西餐厅。刚点完一些菜品后，旁边却走来一人，站在桌前。佳妮，这么巧，你也来这吃饭啊？看到来人，王佳妮连忙站起来。刘老师好。这位看起来大概50岁的老男人，正是王佳妮学校的导师刘学英。他曾精准地预判了2次金融危机，这是他自认为最大的成就。当然了，这只是他自己的想法，实际上做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在少数。我也是过来陪朋友一块吃饭的，不过他还没来。这位是你男朋友？王佳妮脸色微红，快速瞥了叶枫一眼，连忙解释：不是，我跟他学炒期货的，算是我师傅。叶先生，这位是我学校的导师刘学英先生。叶枫站起来，对刘学英伸出手。久仰大名。这句话纯粹是国人常用的客套话，但刘学英却没有要跟叶枫握手的意思，反而皱着眉头。炒期货就你？难怪王佳妮自从回家后就很少问他问题了，原来竟然在和人玩期货。一个大学都没毕业的小丫头去玩那个，不是找死吗？刘学英一脸不高兴地看向叶枫。王佳妮是我的学生，我对她抱有很大的期望，不希望她年纪轻轻的就误入歧途，你明白吗？叶枫当然明白他的意思，这是看不起自己。王佳妮也听出来了，刘老师，叶先生的水平很厉害的，之前他能有多厉害？在经济周刊上发表过几次论文，有什么成就？在哪所大学毕业？导师是谁？在他眼里，这些就是判断一个人厉不厉害的基础标准。叶枫没有被他的逼迫而畏怯，淡声道：我毕业的学校算不上特别好，导师很普通，至于经济周刊，一篇论文也没发表过。刘学英满脸居高临下的表情。那你有什么资格让王佳妮和你一起炒期货？现在的年轻人以为自己一时运气好，在市场上赚点钱就了不得了，可你们真懂经济学吗？年轻人，我劝你还是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。如果真想搞投资，先去把基础学好，然后找个投资公司锻炼个10年8年再说。刘学英这番话听得王佳妮心惊肉跳，他知道叶枫的水平绝对不亚于国内任何一位经济学教授，很多见解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。刘老师，叶先生真的很厉害，我没有骗你，他是我认识的人里对经济学见解最厉害的人。一听这话，刘学英就更炸了，他对着王佳妮一脸的痛心疾首。他是经济学见解最厉害的，你把国内国外那些大拿放哪了？王佳妮，你这才离开学校几天，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？国人一向对老师有着天生的畏惧，何况刘学英手里还掌握着他能不能顺利毕业的权利。见他发火，王佳妮小心翼翼地解释：刘老师，叶先生是帮我爸的，我只不过跟着他学了一些，而且我们这段时间也是赚了钱的。赚了钱那是你运气好，真以为是你们的本事吗？就他这样的人，有多大规模的投资经验？100万、200万还是300万？王佳妮犹豫了下道：叶先生给了我1000万练手。区1000万。刘学英下意识说道，然后微微一怔，转头问：多少钱？1000万。刘学英的脸色略微有些尴尬，虽然在期货市场上1000万算不上大钱，但对普通人来说，这已经是非常夸张的数字了。即便是他自己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来。尴尬过后，刘学英道：1000万也不算多。叶先生只是让我拿着1000万练手的。刘学英有些不解，练手什么意思？就是这1000万如果亏完了，算叶先生的。刘学英愣住了，他转头看了眼叶枫，这个年轻人看起来并不像有钱人。刘学英忽然感觉脸上有些发烫，他刚才鄙视了叶枫半天，却发现自己的所有家当还没人家给的学费高。但刘学英并没有就这样低头，而是哼了声：1000万怎么了？只能说他败家，让一个没有任何经验的人拿着钱去金融市场闯荡，那就等于是把钱往水里扔，一看就知道你们什么都不懂，以为有点钱就了不起。佳妮，把你这几天的交易记录拿给你老师看看，请他指点一下。王佳妮也不多说，直接把手机递过去。刘老师，这里有我近期的期货交易记录，您看一下。刘学英接过来，
随意瞥了眼，然后再次冷哼一声。这些天的期货市场那么好，才赚这么点，也好意思让我看？你如果是一个专业人士，应该把交易记录和行情曲线对照着看一下，这样才能下定论。刘学英一脸不爽地把行情曲线调出来，对照着交易记录看。那我就看看，唧唧歪歪的。可刘学英从最开始的不屑一顾，然后挑了下眉毛，接着开始逐渐惊讶，最后是满脸的愕然。他抬头看向王佳妮，似乎有点不敢置信。这真是你自己操作的？王佳妮用力点头。刘学英脸色难看起来，这些交易记录的操作，就算他亲自上，也很难达到。他瞥向了叶枫，是我自己独立交易的，不过叶先生教了我很多心得，我才能做得一天比一天好。刘老师，叶先生真是个很有能力的人，他对经济学的见解是我所见过的人里最超前的。如果您能静下心和他聊一聊，一定能理解我为什么这样说。刘学英不太相信经济学领域的大拿那么多，一个无名无姓的年轻人，何德何能可以跟那些人相提并论？我不太信。王佳妮脸色微变，黯然中还带着一点点愤怒。每一个学生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老师对成绩的质疑，尤其刘学英还是他的导师。叶枫走过来，直视着刘学英：“我尊重你作为老师的尊严，但我认为你并不合格。他未来的成就不是你可以想象的。你觉得现在这些操作已经非常厉害，不像他能做到的。可在我看来，这只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门槛罢了，并不算高。”叶枫说着，就把手机夺过来还给了王佳妮，然后严肃的道：“如果我是你，一定会把所有的资源堆在他身上，不管他做的对还是错。所以别说1000万，就算是1个亿，只要我有，都可以给他锻炼。因为只要他成长起来，未来不仅仅是一个投资者，更是一个可以带领整个国家走向更伟大、更辉煌时代的大人物。”叶枫这番慷慨激昂的话语，听得刘学英和王佳妮都愣住了，很多餐厅里的人都循声望来，满脸的诧异。王佳妮随即感动得热泪盈眶，她盯着叶枫的后背，觉得他整个人都变得高大起来。我一定要出人头地，成为叶先生嘴里说的那个人，再站在世界之巅，让所有人刮目相看。我要让自己的名字和师傅的名字响彻全世界。